我为了工作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，老婆问我买的臭豆腐只有5块，该怎么分？我随口道我不吃，都给你们吃。她不依不饶，硬要我说给她吃几个。我说孩子吃3个，你吃2个。她不干了，要跟我离婚，说我心里没她。林欣，别闹了好吗？我这个方案今天晚上就要交。我着急得不得了，可是林欣的手挡在电脑屏幕上，硬是要我回答。她声音尖锐，你说啊，如果有5块臭豆腐，你怎么分啊？我脑袋里全是方案，随口答道，孩子3块，你2块，我不吃。林欣没再说话，终于安静了。我正想继续写方案，下一秒林欣却爆发了，她一把掀开电脑，脑袋里只有工作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呆愣地看着被摔在地上4分5裂的电脑，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，完了。领导点名，明天早上必须要把方案交上去。我正和同组的同事竞争升职名额，这个方案至关重要。我抬头看向愤怒的林欣，怒骂道，你有病啊！谁知道下一秒，林欣用比我更高的声音怒吼，你明明知道我最喜欢吃臭豆腐，你为什么只让我吃2个？我结婚生子到头来连个臭豆腐都吃不上，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我冷静下来，既然电脑已经碎了，再怎么样也无济于事了。我又开口，行，5个都给你吃，我和孩子不吃，行了吧？可林欣却不依不饶，现在这么说晚了，你永远都是这样，把我放在孩子后面，凭什么孩子吃3个，我只能吃2个？我扶额就不能多买一份吗？他激动大喊，不能，就5个你凭什么不让我吃？他越说越激动，最后他开口，既然你不爱我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头简直都要大了，你能别闹了吗？你想吃我买一车给你吃行吗？这话说的没错，自从结婚后林欣就辞了职，有了孩子之后，她说要做全职妈妈。她嫌累，我便找了月嫂帮忙。她每天在家只负责吃喝玩乐就可以了，但最近她又迷上了刷短视频，天天问我一些网络热梗，只要我回答不上来，她就说我不爱她。我每天下班回家还要应付她，这些我都可以接受，毕竟她为我生儿育女，我该对她好。所以我每个月工资上交，回到家还要陪孩子玩。可林欣却不依了，我闹什么了？我跟你说话你敷衍我，在你心里我永远没有你的破工作重要事吗？离婚，我不跟你过了，连臭豆腐都不给我吃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我无语，我什么时候不给他吃臭豆腐了？但是看着面前面目狰狞的林欣和4分5裂的电脑，我突然好累。我每天在公司当孙子，回到家还要应付林欣每天像考试一样的问题，我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。我抬头问他，你认真的？他点头，狠狠地看着我，对，我认真的，谁不理谁孙子。说着他又放了狠话，赵岩，有种你就跟我离婚，不然我看不起你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我同意。林欣大概以为我在说笑，他充满怒气地指着我，明天上午8点民政局见，你不来你就不是个男人。说完他摔门而去。月嫂阿姨听见动静，小心翼翼地劝我，赵先生，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你去把林小姐追回来吧。我苦笑，算了，随她去吧，反正我已经打算离婚了，何必再做这些事。见孩子睡了，我叮嘱了下月嫂阿姨，抱着电脑去了公司。还好硬件没坏，我把数据导出到公司的电脑里，继续做方案。天蒙蒙亮的时候终于结束了，我捏了捏眉心，随手打开了朋友圈，准备缓和一下心情。谁知第一条就是林欣发的，他发了张自拍照，照片里他嘟着嘴巴，眼眶微红，配文又被呆子气到了。看着这个称呼，我眉头微缓。我们刚恋爱的时候，林欣每天充满活力，他总说我像个木头般不解风情，每次约会见面都喊我呆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开始反思自己，林欣本来就是个对爱情需求度高的人，我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，跟他计较什么呢？我苦笑，眼神不经意间看到下面的评论，微微一滞，她的男闺蜜评论道，来，哥哥疼你。她也毫不避讳的回复，还是你最好，爱你。后面跟了2个亲亲的表情。她的男闺蜜张扬早在我们恋爱之前就认识，结婚的时候张扬红着眼嘱咐我，你要好好照顾欣欣，不然有你好看说着还冲我挥了挥拳头。每次我们吵架，林欣都会去找张扬诉苦，不是没有过怀疑，可林欣却正大光明地说，我跟他要有什么？你以为还有你什么事？就因为这句话，我被迫接受了他时不时和张扬的贴脸照，一起吃饭的时候2个人坐在一处，旁若无人的打闹，而我则带着孩子坐在一边。我问起，他问心无愧地说道，如果真有猫腻，我会傻到带你一起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关了手机，把方案发到领导的邮箱，然后请了2个小时的假去民政局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，如果林欣愿意好好过日子，也不是非要离婚不可。可很快我就知道我是多么的可笑。刚进民政局大厅，我就看见了林欣和他身边的张扬，2个人十指紧扣，看起来好不亲密。见到我，张扬冲我挥了挥拳头，警告我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好好对欣欣，为什么总让她伤心？我看向林欣，
他没有反驳张扬的话，也没有松开他的手，反而抬起头对着我颐指气使道：“你现在当着张扬的面给我道歉，并且跪下发誓，我就原谅你，不离婚。”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我震惊地看着他，可他的眼里只有理所当然。张扬更是一副瞧不起我的样子。没等到我的回答，林星不耐烦地道：“你没听到我说话？聋了？”我攥紧了拳头，觉得这一切多么荒唐可笑。我点了点头，听到了。林星不屑地道：“听到了就好，还不赶紧给我下跪道歉？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们离婚吧。”什么？林星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我又平静地重复了一遍：“离婚吧。”林星喊道：“你疯了不成？你要跟我离婚？”张扬在一旁冷笑一声：“星星，他这是吃定你了，给你下马威呢。”林星听见这话，面色缓和，哼了一声：“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我了吗？走谁不离谁孙子。”我没说话，静静地从包里掏出证件放在工作人员面前。他也不甘示弱，直到流程进行到最后一步，工作人员提醒我们：“2位可以签字了。”签完字，离婚证就生效了。我平稳地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轮到林星了，他双手颤抖，连下了2次笔都没能将他的名字完整的写出来。最后，他扔了笔，指着我骂道：“你这个负心汉，真要跟我离婚？”我望着他，淡淡道：“我累了。”林星像炸了毛的猫：“你累了？我还累呢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工作，你以为有2个臭钱了不起啊？可是他不想想，我不工作，怎么养得起月嫂1个月8000的工资？怎么养得起孩子1个月5000块钱的开销？怎么养得起他动辄几万块钱的包？”可是我已经不想开口解释了，我平静地望着他：“签字吧。”林星跳起来：“你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签字？我告诉你，赵岩，这个世界谁离了谁照样火。”“是啊，谁离了谁照样火。”我安静地看着他，等他情绪稳定下来，再次指了指面前的文件：“签字。”我只请了2个小时的假。说罢，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还有1个小时。林星听见我这么说，发了狂：“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张口闭口就是你那个破工作，老娘真是受够了。”说完，他一鼓作气拿起笔签名。最后一笔落下，我伸手先他一步拿起来递给工作人员。再耽误下去就来不及了。临走之前，林星高昂着头，语气嚣张道：“你别后悔，到时候你就全给我跪下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你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放心，不会的。”回了公司，下午的员工大会上，我和同事分别演讲了自己的方案。开会结束后，领导留我下来说话，示意我这次有很大的可能是我升职。我点点头，呼了口气，总算有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了。回到家，儿子乐乐站在门口等我，见我疑惑，月嫂阿姨上前对我说：“林小姐打电话过来，她说月嫂阿姨面有难色，吞吞吐吐。”我抚着乐乐的头，开口：“她说什么？”月嫂阿姨这才艰难地开口：“她跟乐乐说，她不要乐乐了，以后她就是没妈的野孩子了，还说要怪就怪您，不识好歹。”听见她这话，我下意识低头看向乐乐，小小的人倔强地站在那里，眼泪固执地在眼眶里打转，不肯落下。我心疼坏了，连忙搂住他：“乐乐，不管妈妈怎么样，爸爸永远爱你，永远会和你在一起。”乐乐的声音闷闷地从我怀中传来：“爸爸，是不是乐乐做错了什么？妈妈才不要乐乐的。”我心中异常的愤怒，无论林星怎么对我，我都可以淡然处之。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对孩子恶语相加，更何况还是他的亲生孩子。我哄了许久，才把乐乐哄睡着，脸上还带着泪痕。第2天早上，叮嘱月嫂阿姨带乐乐出去玩玩，让他开心开心，这才去了公司。午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公司门口一阵吵嚷声，那声音越来越近。我抬头望去，是林星。他看见我直接冲了过来，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：“大家看看，就是你们公司的赵岩，骗我离婚1分钱不给我。你们领导呢？叫他出来见我。领导，你赶紧把赵岩开除了吧，他抛弃糟糠之妻，道德败坏，这种人不能留。”他的话登时在公司引起轩然大波。我在公司的业绩一直很好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嫉妒我，这下有了光明正大看我笑话的机会，他们怎么会错过？林星说到激动处，还流下了眼泪。离婚就算了，还不让我见孩子，我真没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人。这些年我在家灰头土脸地带孩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要不是面前的林星穿着吊带短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连我都险些相信了他的话。原来人无语到极致时候真的会笑。我笑了，笑得无奈，笑得无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林星会变成这样。恰好这时领导出来了，替我解围。都围着干什么？该干嘛干嘛去。领导一发话，众人想看热闹的心思歇了。林星也不管别人如何，直接冲上去拉住领导的手。领导挣了好几下都没挣脱开，无奈只能让他拉着。林星开口：“您就是赵岩的领导吧？您可得给我做主，赶紧把他开除了。你不开除他，我就天天开闹，让你们公司的人都没法好好工作。”领导扫了一眼我，像是在说：“怎么跑公司闹来了？”我讨好的冲领导笑笑，
上去拽着林星，忍着怒气道：“有什么事，我们私下说，别在公司闹，影响不好。”林星一把甩开我的手，我知道影响不好，我就是要你受到惩罚，我要让你知道你错了。他高昂着头，怎么样，后悔跟我离婚了吧？你现在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低头认错，我还能原谅你？原本我是有些惋惜这段长达8年的感情的，可如今全都消磨殆尽了。他明明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多么重要，却还是选择来公司闹，想以此施压，想让我低头。但这次我不会再低头了。这时领导开了口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公司里待着呢？”说着他指了指我：“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东西走吧。”我一怔，连忙保证：“领导，我会尽快处理好自己的私事，请公司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领导义正辞严道：“不必了，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我还想说什么，突然发现领导背着林星对我使了个眼色，让我放心。我这才发觉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于是我顺着领导的话往下演，我对着林星吼道：“这下你满意了吧？”刚刚还十分嚣张的林星傻了眼，他看向领导，有些讪讪道：“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能辞退他呢？他没有工作，以后该怎么给我钱花啊？你这个人有病吧？我让你开除你就开除啊？”原来他都知道我的付出，可为了打压我，还是闹到现在这种地步。领导板起脸：“公司的事岂能儿戏？他已经被开除了，你们俩有什么恩怨，别在我公司里吵。”林星失魂落魄的，任由我把他拉出公司。他回过神，又对着我大骂：“你在这公司工作那么多年，说被开除就被开除了，真是个废物！真不知道当初我是怎么看上你的。”他丝毫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把一切归咎到我身上，对他来说全是我的错。我也来了气，一把甩开他：“你现在高兴了？你不就是想让我被开除吗？如你所愿了。”他气到口不择言：“早知道你这么废物，我当初就不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噤了声。当初和林星在一起是一个意外，那时候他追了我好久，可我当时一心想着考研，根本没有恋爱的心思。他生日那天，他恳求我陪他过生日，说以后再也不纠缠我了。想了想，我同意了。席间他一直劝我喝酒，实在避不开，我就少喝了几口。哪知道我的酒量那么差，喝了一杯就醉。第二天我头痛欲裂的醒来时，林星赤裸裸的躺在我身边，看着他低声哭泣的样子，我答应对他负责。见我抬头看他，他又骂道：“真是个废物，老娘瞎了眼了。”说完他转身走了。手机收到领导的消息，他让我把事情都处理好再去上班。我心里一暖，没有跟错领导。回了家，月嫂阿姨还没回来，眼看着外面天都要黑了，我赶紧给她打电话。门口处传来了声响，我回头，月嫂阿姨竟然一个人回来了。我吓得肝胆俱裂。乐乐呢？月嫂阿姨抬起头，我这才发现她的脸又红又肿，像是被人用力打过。果然，她接下来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。她开口道：“赵先生，乐乐被林小姐带走了，我拦了，可是没拦住。她毕竟是孩子的妈妈，你看我脸上被她打的。”月嫂阿姨扭过头示意我看。我道歉，真是对不住了阿姨，我没想到她会把脾气撒到你头上。阿姨摇摇头，不能怪你。我让阿姨去休息，我则掏出手机联系林星，可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，她就是不接。虽然孩子是跟着她妈妈走的，可想到下午林星满腔的怒火，我怕她对孩子不利。想了半天她可能会去的地方，最后悲哀的发现她很大可能去了张扬家里。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我们吵架，她都往张扬家跑。我去接她时，她总是当着张扬地面对我又打又骂，仿佛这样会让她心里更舒服一些。我赶紧开车过去，到了门口，我急匆匆的敲门。很快，张扬过来开了门，见是我，他不屑的撇了撇嘴：“你来干嘛？”我沉声道：“我来接我儿子回家。”张扬拦在门口不让我进，他歪头冲着身后喊了一声。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下意识的往里瞧，林星拽着乐乐的胳膊过来了。乐乐看见我哭闹着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回家，不要妈妈了。”我缓声道：“好，爸爸带你回家。”可林星却拽着乐乐的肩膀不放，乐乐的衣服被他扯烂了，他有些暴力的往后拉扯乐乐，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和你爸一样。你快说，你爸有别的女人了，快说啊！我这才发现他打开手机录音，想让乐乐说谎，大概是想让孩子说我的不是，以此来打官司吧。谁知道乐乐却不配合，他小小的脸上满是泪水，挣扎着尖叫道：“爸爸没有是你，我看到你和张叔叔抱在一起，你们俩……”乐乐还没说完，林星就狠狠地甩了乐乐一巴掌。我气急了，林星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，更别说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我怒骂道：“你疯了不成？乐乐他才多大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”林星冷冷道：“谁让他不听话？教了那么久，还是跟你亲，我没有这样的儿子。”伺机刚刚乐乐的话，我不想再跟他继续纠缠下去。你放开乐乐，你跟张扬的事我就当不知道。张扬是有老婆的，只不过常年在老家照顾他患病的父母。可我这话却让林星跳了脚，他怒骂道：“
收起你的肮脏心思吧，我跟张扬只是好朋友而已。如果真有什么当初，我打断他，我不想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赶紧放开乐乐，我带他走。不知道我哪句话戳到他痛点了，他突然拉着乐乐往楼梯间的窗户上去。他癫狂又愤怒地看着我，给我钱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不给我钱我就把他从楼上扔下去。我被惊到了，一直以来我工资卡上交，但卡是在我名下的，我从来不管他的花销，所以他也从没想过转到自己账户。那天离完婚，我第一时间就把卡冻结了。大概他本来以为自己拿捏着我的所有钱财，才肆无忌惮离了婚，却没想到如今手里只有一张废卡。眼看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拽着乐乐的胳膊使劲把他往窗户口推，乐乐吓得脸色煞白，几乎哭哑了嗓子。可林星依旧不为所动，死死地盯着我。眼看着乐乐的半个身子都悬在空中，我吓得几乎魂飞魄散。我大喊：我给你，你把他放下来！林星接到转账后终于松了手，乐乐腿软地瘫在地上。我上前搂住他，才发现他止不住地颤抖。林星看到我和乐乐的惨样，竟然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只觉得此时的他十分可怕，转身想带着乐乐离开。可是下一秒，林星竟然说：你还不知道吧，乐乐根本不是你的孩子。什么？我的脚定在了原地。林星继续道：当初要不是我怀了孕，张扬替我物色了半个月，才匆匆定下你，不然你以为我会嫁给你？怪不得乐乐当初会早产2个多月，却还跟足月大的孩子差不多。怪不得我的酒量会那么差，差到1杯酒就把我灌醉。可就算不是我的孩子，也是他亲生的，他怎么能如此狠心？接下来他替我解开了疑惑，他冷哼道：哼，你还不配我的孩子叫你爸爸，乐乐只是我去福利院领养的而已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对上他略带得意的神情，怎么可能？当初他生产时，我几乎寸步不离，他是什么时候把孩子换了的？想到这，我的目光落在了张扬脸上，一定是他，怪不得他生产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要张扬去。林星张狂地笑道：怎么样，为了一个孤儿放弃了自己的财产的滋味如何啊？是不是很后悔？我疑惑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我自认为对你很好。他咬着牙恨声道：为什么？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落到你头上？你家明明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跟张扬抢奖学金？你该死！尘封的记忆缓缓在我眼前浮现。那是大4那一年，我和几个同学参加比赛，获了头等奖，学校一高兴便为我们几人申请了奖学金。我拒绝，说把钱留给有需要的人，可校长说这是你凭本事得来的，为何不要？我这才收下。可这与张扬有什么关系？大概是我眼里的疑惑太过明显。张扬痛声骂道：又是这样，整天仗着家里有钱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林星在一旁补道：如果不是你，获奖的会是张扬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又看着面前2个人如出一辙的表情，你们就为了这种事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值吗？值，当然值了，你都不知道多少次，我想着你知道真相后的表情该多么痛苦，养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种的感觉怎么样？乐乐不安地看着我，他紧紧攥住我的手，生怕我把他丢下。我弯腰摸了摸他的头，安慰他：乐乐永远是我的儿子，这一点谁也无法改变。我带着乐乐走了，身后林星失控地喊道：你就嘴硬吧，我不相信你不后悔。我唯一后悔的大概就是这些话让乐乐知道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顺便去了警察局报警。刚刚我见形势不对，悄悄打开了手机录像。想来判林星一个敲诈勒索以及杀人未遂还是容易的，把证据交给警察，我才放心的回家。当天晚上，乐乐就发起了高烧，这孩子大概被吓到了，迷迷糊糊还在喊：爸爸，不要丢下我！手紧紧地攥住我，我心疼极了，搂着他不停地安慰他。月嫂阿姨则给乐乐打水擦洗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天蒙蒙亮的时候终于退了烧。想来虽然有我提供证据，但警察那边核实也需要时间吧。因为我刷新朋友圈看到林星不久前发的一条动态，照片里他背着新买的奢侈品包包，笑得一脸灿烂，而他身旁站着张扬，他整个人几乎都靠近了他怀里。我突然想起张扬在老家的老婆，如果他知道他累死累活地帮张扬尽孝照顾父母时，张扬在大城市活得如此潇洒，该是什么表情？还有林星说他的孩子不配喊我爸爸，他和谁的孩子？想到他和张扬的亲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真是不知道被戴了多久的绿帽，孩子大概率也是他和张扬的。此即此，我坐不住了。我一直以来是个温和的人，可不代表我没有脾气和底线。幸好我记得林星以前和我嘲讽过张扬在老家的老婆，说她土里土气，像个农村大妈，还说在青州县简直找不到第2个比她更差的女人了。我立刻开车去往青州县，托林星的福，他的朋友圈里有不少张扬的照片。我在青州县仅仅打听了半天，就打听到了张扬的家。听我问起张扬的老婆，给我带路的人夸道，简直是没话说，对张扬的父母比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好，任劳任怨，天天给他们擦屎端尿。我不禁有些同情这个女人，开始怀疑自己将这种事告诉她是不是一个错误。
可紧接着我又想，如果他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何尝不是一种悲哀？到了张扬家，听见我提起张扬，面前这个面容枯黄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抬头问我：“你是俺们张扬的朋友吧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托你给俺带话？”他嫌俺没有文化，不让俺跟着他进城，但是俺知道他心里是有俺的。再不忍心，我还是掏出了手机，把照片给他看，然后又告诉了他张扬的所作所为。他面容呆呆的，像是不可置信。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这才接过我的手机，仔细瞧着。这时候有个孩子回来了，他冲张扬老婆喊道：“妈，我饿了，做饭没有？你和张扬的孩子？”他摇头，张扬说他不能生，领养的。我心中了然，这个孩子大概就是林星和张扬的。我小心地把自己的猜想说出口，面前的女人平静地点点头：“谢谢你了啊。”走之前，我回头看了女人一眼，她面容坚毅，我想，生活应该不会摧毁她吧。很快，我就接到了警察的传唤。我坐在警察局里和林星对峙，一开始他还很嚣张，可是当警察拿出我录的证据时，他哑了声，辩解道：“我没有真的想害人，我只是吓唬他而已。”可不管他怎么辩解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敲诈勒索和杀人未遂2项罪名成立，林星被判了8年。他被带走前，清楚自己翻不了身了，对着我恶狠狠道：“张扬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微微一笑，他很快就要自顾不暇了。张扬老婆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常年照顾瘫痪的老人，早就已经让他练出了一副坚韧的心态。他把张扬的父母托给邻居照顾，雷厉风行的带着孩子来了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托我带他去找张扬。他找到张扬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抡圆了胳膊，给了他一个大嘴巴。常年的劳作使得他比一般女人力气要大上数倍。张扬被他打得头偏向一侧，好半天才缓过神。“你这个疯女人，谁让你过来的？你来了我爸妈怎么办？还不赶紧回家，别来给我丢脸！”张扬一连串的质问并没有打倒女人，他只淡淡的摸了下身上陈旧的衣服，开口：“俺来是跟你离婚的。”张扬傻了眼，他没想到一个乡下女人竟然也敢跟他提离婚，他觉得很丢脸，立刻答应道：“离就离，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。”女人又推了身旁的儿子一把：“你的儿子跟着你。”谁知孩子竟然转身抓住女人的手：“妈，你永远是我妈妈，我不要跟着他。” MBSP 女人拒绝道：“你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却不是俺的。一想到你是他和别的女人生下来的，俺就没办法再把你当亲生的孩子对待了。可孩子很执拗，生恩不及养恩大，你就是我亲妈。”年仅8岁的孩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。女人悄悄抹了下眼泪：“随便你。”张扬骂道：“你是傻逼吗？你是我儿子，你有妈，他不是你妈。”孩子转身怒视他：“我在学校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是他挡在我面前；我饿的时候，是他煮饭给我吃；我生病的时候，是他彻夜不眠的照顾我。他就是我妈，永远是我妈。”尽管这是张扬的儿子，我还是为他点了赞。这孩子三观正。张扬还想说什么，警察却上了门。原来林星在狱中为了减刑，把张扬供了出来，说一切都是张扬指使的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每次和张扬使坏的时候都会录音。张扬大概没想到会是这样，被抓走的前一刻还在痛骂这个蠢女人。至此，张扬作为主谋被判了10年。后来听说林星出狱的时候去找了儿子，想认回他，可却被儿子毫不留情地赶走了。张扬出狱的时候，林星去接他。张扬还记得是林星害他入狱，他恨了林星整整10年，在监狱门口就和林星扭打起来，2个人打得头破血流。一辆大货车疾驰而过，撞翻了2人，他们的生命戛然而止。而我终身未再娶，只一心抚养乐乐。乐乐也不负众望的名校毕业，我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